去年2022年的第3季的时候有处分一个转投资的业外收益，所以他一次就认列了什么80亿元的业外收入，所以这个地方 EPS 就贡献了2.1元。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标的呢，还是以电动车概念股为主。然后我们今天的标的呢是讲华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首先我们讲到电动车，我想在2023年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特斯拉的降价效应。那不管说它降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会刺激整个全球的电动车的销量。那在这个地方呢，除了特斯拉降价的动作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几年因为环保意识的抬头，所以说各国政府都在大力的推动了能源车。那随着就是说油车的禁售的时程越来越近，车厂这个地方扩增，电动车的产能呢不断的在增加。据研调机构来预测的话，到了2025年的时候，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呢将会超过 3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以电动车为主。那电动车这个地方呢，以它组成的结构的成本来分的话呢，大概可以分为这几项。其中呢最大的部分就是动力电池，这个地方呢大概占了电动车的成本就高达将近快接近40%。所以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个股就是以动力电池的上游华兴这个地方为主。那要开始讲华兴之前呢，我们要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下878投资传承呢是一个为您做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那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所以为了表示您对我们的支持，不要忘了在这边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OK， 接下去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个股是华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华兴的营运分析。首先呢，我们之前在介绍不锈钢产业的时候就已经对华兴的营运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介绍。那我想不锈钢的部分我们就不必再重复了。接下来我们讲就是说在华兴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资源事业部。那资源这个事业部这个地方呢，它最主要是投资在印尼这一块哈。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看它资源事业部的情况。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它的整个税后净利来分，这几年在2021年来讲的话，4季的情况我们来看到这个资源事业部这个地方呢，它从2022年的2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受到了镍价的影响，也会影响它资源事业部这边的那个营业额的变化。不过长期的趋势是往上。那另外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说，自从我们上次推出了华兴在讲不锈钢的时候，刚好我们节目本来是事前录制的，推出的时候刚好是遇到华兴公布它的年报。那它的年报呢，因为不如市场的预期，所以股价那时候刚好在回落。那就非常多的投资人来问我说，那这时候要怎么去看华兴这家公司呢？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去看就是说在2022年的第3季这个地方，华兴因为有做一个转投资事业大幅的一个那个就是处分的动作，所以这个地方有大幅的获利，所以让它第3季的数字跳上来。那第4季呢，因为这个地方受到了一些景气因素的影响，所以使它的转投资事业这个地方呈现负数，才让它的整个变化就是说在第4季的不如市场的预期。那至于说股价后市呢要怎么去评估它，那我会在后面技术面跟各位介绍，所以要记得看到后面哦。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一下。好，那我们讲它的资源事业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从头介绍开始。在印尼这个地方呢，它有跟大陆一家厂商合作，那他们有做一个红土镍矿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做成所谓的高冰镍，也可以做成镍铁。镍铁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镍生铁。那它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已经有介绍过，就是说它可以提炼出镍，然后下游去做出不锈钢。可是镍生铁这个地方呢，如果在不锈钢需求不是那么强的话，那它这个镍生铁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机动调整，然后加工成为所谓的高冰镍。那你说那我到底做成高冰镍要做什么呢？因为高冰镍接下去它可以做成硫酸镍，然后接下来它可以做成
元前驱体，那它就是一个电动车的锂电池的上游的原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接下去看讲的更详细一点哈，就是一样，就是红土镍矿，然后做成高冰镍，就是华兴在印尼这个地方的投资。那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做成硫酸镍，我们刚刚有讲过了。然后3元前驱体这个地方，接下去它可以做成正极的材料，然后接下去做成电池，然后最后就是电动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华兴在资源事业部的布局这个地方，它等于说是电动车相对的上游，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会享受比较好的利润。那前面我们也会有介绍过说，电动车电池这个地方是整个电动车的成本里面极重要极大的一个部分哈，所以这就是华兴资源事业部未来发展最主要的前景。 OK， 那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地方未来趋势是往上的，因为就是全球环保意识高涨，所以说我们燃油车都要逐步变成电动车。那电动车这个地方，那它最主要就是要靠那个电池，那电池这个上游这个地方呢，又需要所谓的高冰镍，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未来需求持续往上之下，那华兴这个地方在转投资这个地方也不断的在做一个扩厂的动作。那我们可以再看它的新的部分，在2023年第一季的时候，高冰镍这个地方就会做量产，那预计2023年这个地方产能的部分就可以增加70%，就可以让它在获利这个地方增加收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在财务分析的部分。好，这就是我们每次都会跟各位讲，就是说当我们在比较不同的公司的时候，那我们因为不同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用 ROE 来比较。它可以有2个公式，第一个我们是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益，另外呢我们就是把它切成3个公式，包括了税后净利率，还有总资产周转率，还有权益乘数这部分。接下去我们去看一下哈，在2018年到2022年，如果我们纯粹用年报的数字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华兴就是把它在大陆的电线电缆部处理掉以后，然后把整个资源转向不锈钢还有电动车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获利从2019年开始已经逐步做一个改善的动作，它的 ROE 的部分也有做一个提升的动作，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也上来，总资产周转率的部分跟权益乘数的部分则变动不会特别大，所以就是它的 ROE 是由获利这个地方带上来。大家争议比较大就是在它第4季的财报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它第4季的那个整个包括了就是最后的结果，税后存益率的部分不如市场的预期，然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2022年整个算出来的话是5.4元，可是在2023年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就是法人预估是4.68元，还呈现衰退，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事实上2023年法人预估这个地方本业是成长了35%， 可是在业外的部分呢，就是刚刚前面有跟各位介绍过，因为他在去年2022年的第3季的时候有处分一个转投资的业外收益，所以他一次就认列了什么80亿元的业外收入，所以这个地方 EPS 就贡献了2.1元，所以你把2022年这个地方扣掉2.1元来讲的话，事实上它如果扣掉这一次性的收益的话，它的 EPS 只有3块多，所以纯粹这样来看的话，2023年不考虑这一次性的业外的话，它的本业其实是呈现成长的部分。另外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今年的电子业的部分呢，在上半年比较不景气，那所以大家预估就是在转投资收益的部分，2023年华兴的电子业这边转投资收益会比2022年要来少个20亿的入账，所以说整体来说2023年的 EPS 会比2022年这个地方呈现一个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业外收益的部分，法人预估到了2024年的时候，整个获利的数字就会持续呈现的正成长。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技术面的分析。在我们上一次推出华兴以后，投资人这边就纷纷非常着急了。为什么着急呢？因为一只很强势的股票就面临回档了，然后这时候大家就纷纷问说会不会这个地方就是最高点啊，会不会是崩盘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股价它是会有一定的循环。在我们的 N 型理论里面曾经有跟各位介绍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再去播放清单看我们的 N 型理论。我们
们看一下，就是从1990年开始，这个地方呢是它一个起涨的原点，一直到2010年这个地方呢，整整的将近有20年的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它一个这边是起涨 N 型、侧幅 N 型，所以这20年就是一个初始上涨 N 型，然后接下去呢，它就是要走一个扩大 N 型，所以纯粹就 N 型理论来看的话，这档股票的长线的时间还没有走完，它走到了2022年的4月，只是走到3高的位置，那接下去要走4高，那投资人就很紧张啦，说我知道后面还有上涨的时间，但是我怎么知道4高要怎么走呢？4高怎么走当然是跟它的基本面有关啦。那你说现在回档我很害怕，我到底应该买还是卖？那很简单，就是我们在 N 型理论有教过大家，回档的时候要看什么有没有守住1/2的支撑嘛，所以大家可以在 3D 这个地方，我有把价钱标出来，还有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短线的小高的部分，你就可以把这个 3D 的部分低点再去加上这个高点的地方除以2，找它1/2的地方。你说找出来怎么办呢？ OK， 我们就看一下 N 型理论。如果找出来它回档守住1/2呢，它在往上攻击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它的业绩如法人的预估，在2023年这个地方呢，本业是持续成长，只是在业外的部分的贡献没有那么多的话，它后面持续成长的话，就容易走什么成功上涨 N。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它回档守住的1/2，可是在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业绩如果不如预期，比如说高冰镍开出来时间比较晚啊，或有递延的话，那就会走什么正常上涨 N 盘涨。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投资人他会比较悲观啊，他就说这家公司转投资那么多，如果说不景气的时间拉长的话，如果业外收益贡献比较少呢，那它有可能就是说攻击出去的 N 型 CD 段这个地方呢，它就没有办法过高的话，它就可能会走了一个什么失败 N。 所以说呢，我们在看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它是抓一个长期的趋势，并不会因为一个短期股价的波动就随便去改变一家公司的看法。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华兴这家公司做一个简单的基本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个礼拜要持续要介绍电动车的概念股，你要记得收看呢。 OK， 那节目就到这边，拜拜。